嗨，大家好，我是林三军。今天我们讲老高与小莫。老高与小莫的频道，大家作为华语用户应该都不陌生。它是 YouTube 中文语言类排名第1的频道。这里的中文语言类是指频道内容仅使用中文，观众的群体也以华语群体为主，所以这里就不包含李子柒、办公室小野等多语种的频道。而截至本视频发布，目前老高与小莫的频道，他们的用户订阅数是588万，很快就趋近于600万。相信大部分 YouTube 的中文用户都对他们有所耳闻，而目前的网络上有很多对这个频道的收入分析，我们都可以推测，单是经营这一个频道，老高与小莫夫妇每个月他们大约就能获得60万美元以上的收入，这还不包括他们的周边贩卖、业配和会员订阅等其他收入。大家睡觉吧，好不好？不要再关心老高有多少资产了。没有你想的那么多。对，他从2018年建立起了这个频道。当时发展就非常迅速，短短1年间就涨了100万粉，成为了目前涨粉最快的华语 YouTube 频道。当然，我也是他的忠实观众，每周3的晚上守在 YouTube 平台等待他的视频更新，几乎成为了我的一种习惯。那么他讲故事能力为何如此出色？操作 YouTube 真的能赚这么多钱吗？在前阵时间里，我偶然得知了他的生日信息，出于兴趣，我今天就来聊一下他的命盘内容。也破解一下他能够成为 YouTube 华语一哥的背后的秘密。在节目开始之前，我首先要声明一点，因为老高是 YouTuber， 不是艺人或者真正意义上的公众人物，所以本着不侵犯隐私的理念，我只会对他目前已经在网络上公开的信息进行一个整理，然后完全从我个人的角度出发，做一些娱乐化的讨论，并且他的时辰目前是没有公开的，也完全是我自己的主观推导。希望大家不要以我这篇视频的结论为依据来做文章，本片纯属娱乐。关于其他名人的命盘分析，也会持续在本频道内更新，联系方式也标注在我的视频说明区中。那么我们开始吧。首先要感谢 Indus 银行者这个频道提供的老高的生日，虽然我不确定真实性有多少，但是根据他目前的人生经历，格局方面还是比较符合的。他的出生日期是1982年6月20日，是生于夏季的双子座。根据他目前的成就，我推测为下午的5点到7点左右出生，也就是癸酉时。因此老高的八字是壬戌、丙午、甲戌、癸酉。他的紫微盘中命宫是空宫，申宫在对宫的迁移宫中，主星是太阳天梁组合。就这一点来说，和他很早就移居日本，常年在海外发展的经历非常匹配。接下来就是人生风景环节，也就是我会用他的命盘取一个画像，便于大家更好的理解他的格局信息。这是炎炎夏季的一个黄昏，经过1天的烈日暴晒，大地被高温所笼罩，但是天边有一片阴云飘过，凉风习习。虽然天气有点闷热，但是似乎一场夜雨即将来临。城市中车水马龙，人们聚在一棵大树下乘凉聊天，画面笼罩在一片烟火气中。这就是老高的命盘取向，一个充满烟火气的现代赛博说书人。那么他的事业为何会成功呢？他和小莫的恋情又有哪些奥秘？接下来我会结合他的命盘，简单向大家介绍他的人生经历。在1998年到2017年期间，也就是戊申己酉大运，大运的天干为土，地支为金，土可以取向为乌云，金也可以取向为晚风。在这幅图中，我们可以想象天空一片阴云密布，但是又没有下雨。虽然大家吹着风扇，吃着冰棍儿，地面有些许凉风吹过，但是天气依然闷热不堪。老高出生在中国的北方城市大连，于2004年移居到日本，从事外汇机器人研发工作。在这部大运期间，他为了工作赚钱忙碌，兢兢业业。虽然收入颇丰，但是生活难免也比较沉闷劳累，所以他会忙里偷闲，出于兴趣爱好，开始和朋友老肉尝试合作经营频道。在2015年，他与老肉合作快 Zero 频道，直播游戏类内容，不过反响平平，家人起初对此也是比较反对的。但是这个大运的地支酉金为正官，代表他做这个事情的态度是很认真的，自己也投入了很大的努力和心血，想把频道做好。而2018年开始进入庚戌大运以后，庚金可以取向为凉爽的风霜和月亮。在这幅图中，一扫往日的阴霾，天空繁星璀璨，明月荡空，而地面华灯初上，
市井之中热闹非凡。所以也就是这一年，2018年，他新开设了一个快 PUBG 频道，后来也开始尝试多个方向的探索，配合小莫的出镜，开始讲述都市传说、宗教、奇闻异事等神秘学领域的内容。功夫不负有心人，也就是在这一年，频道迎来了爆发式增长，短短1年时间就涨粉了有100多万。此后，频道也正式更名为老高与小莫，就此一鸣惊人。而这以后的连续几年中，频道的粉丝数都以惊人的速度保持着高速增长。即使到现在，在登上了华语频道第1的巅峰后，他们仍然势头不减。而在2021年，他们也因为工作的原因移居到了新加坡。而老高在独立经营频道的同时，自己还保留着金融 IT 顾问这一职务，不得不说他能力确实很强。而另外，老高也曾在周恩曼的影片当中透露过，自己与小莫是在2008年的2月1日相遇，当时就是一见钟情，在结识的1个月内，他们的恋情快速发展，并且于2009年正式结婚。他们现在养育着一只叫做力气的小红色贵宾犬，这也是频道的吉祥物第3名成员。所以总结一下，在2018年开始的庚戌这个大运后，对他的财运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而2018年的戊戌年，偏财透出，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当然，关键是他的圆盘本身就财运强旺，自身的甲木能力也不弱，自己是有这份能力担得住这些财运的。稍后我会详细分析。那么老高是像传言中那样很有钱吗？你想象那个数字吧，除以100，差不多。这部分就是偏命理学专业项的内容了，术语会稍微有点多。老高的命盘是标准的食神生财格局，同时以我推论的时柱又有正官和正阴的搭配，形成了一个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的循环流通，这也是他的财运会稳定持久、绵绵不绝的原因。而在他的年支、月支和日支当中，都出现了财星，也就是他的财源，代表会有多个不同的途径，且月支和日支是五戌半合的关系，地支中没有出现明显的冲克，这本身就是一个内心强大、平和、容易得财，自己也会因为兴趣而容易有所收获的组合。同时，偏财星又比正财星更强，他的意外收入比本职工作更多，这些本身都是大富大贵的命盘特征。而土本身也代表房地产、固定资产，在年支为远方，相信正如他在节目中所说，除了工作主职和频道收入以外，他们在不同的国家，比如说日本和新加坡，小莫也都是有地产投资的，回报肯定也应该不少。对，比如说他会想投资房地产啊，或者投资房地产，你是说他会就是可能走在东京的街头，觉得哎呀这不错啊，这栋楼不错啊，就买了。这和很多平台上一夜暴富后喜欢公开炫富的 YouTuber 不同，夫妻俩的头脑思路和理财计划确实非常稳健。那么老高的未来会如何呢？为何近期会遭遇如此多的非议？而老高与小莫这个频道未来会持续做多久？在今年的2月份，一个通过指责和揭发老高的内容为抄袭的频道开始引起大家的注意，而这也引发了老高与小莫这个频道持续至今的非议。在前段时间，老高曾对此次事件在网络上做过2次公开的回应，但是可能因为受到情绪的影响，他在贴文中的表达方式非常不妥，实际上造成了非常负面的影响，引起了很多中间派的路人的批评。而他今年遭遇的这起事件，其实是和同样是在5月出生的甲木、中国大陆的直播一哥李佳琦的运势一样。事发的原因，一是因为癸卯年午卯相破，自己本身的情绪较差，导致事态进一步扩大。比如说他在面对争议频道时做出的不理智回应，2次发帖表达都比较欠妥。二是因为在庚申辛酉月的影响下，年干上的癸水导致他的表达之星食神丙火被克，造成的表达思路混乱。但是他和李佳琦不同的是，因为老高的命盘地支有大量的旧星戌土存在，而戌土合了年支卯木、卯戌合火的关系，就像在火炉中添置木柴一样，他的火能量反而得到了提升，频道本身的热度并没有受到影响，反而他们的粉丝数得以进一步快速上涨。而关于李佳琦的命盘，我会在未来有机会再做一期影片进行讲解。既然老高的这部大运没有严重的问题，同时自身的频道还在稳健的上升期，所以我认为只要今后他命盘中的火能量没有遭遇伤害，相信这个频道会持续做下去。即使 YouTube 这个平台在未来发生了哪些变故，我们也能够在网络上一直看到它，直到差不多辛亥大运，也就是2028年以后，在丙辛合水的作用下，他可能会退居幕后，从事更偏脚本或者是咨询分析类的职业，或者再度调整频道方向，
用更新的形式来表达自己。但是有一点需要注意，在明年的甲辰年，因为地支辰戌相冲的原因，它的核心旧星戌土财星是受到冲克的，老高的生活可能会因此面临较大的变故，对于频道的更新也有可能会受到微妙的影响。作为他的粉丝观众，我真心希望他们能够平安度过这段时间。接下来我们就谈一谈老高命盘中一些有趣的点吧。第一，关于戾气，老高的生年为壬戌年，日柱也是甲戌，戌就是属相狗，小狗戾气是频道中很重要的元素，也是他的小财神之一。二，关于长相，他命盘对宫的主星为太阳天梁，太阳星代表正气国字脸，天梁星也是老人星，有点显老，鼻梁笔直端正，老高大器老成的面相其实非常符合太阳天梁的特征。而甲戌日，日之戌为燥土，甲木指毛发肝脏，所以在中医中他的肝火偏燥热，头发也偏粗硬，尤其是在进入戌大运以后，他的白发也非常容易增多。问你怎么才能减少白头发？问我是在讽刺你就是问对人了。三，关于频道的主题，我们重点分析一下它的核心戌土。这个地支元素的构成是土中有火，所以在命理中也常常被比喻为香火，这和木中有火的寅木一样。命盘中有寅和戌的八字，通常会被认为这个人会和佛道教、虚空、神秘学有渊源，因为戌也通虚拟的虚。这也是为什么他能够通过做都市传说、宗教探秘等题材，让频道得以快速崛起。当然，这也和华语圈文化以及 YouTube 当时这个赛道比较空白有很大的关系。他自己也说，在查询了相关的知识以后，对唯心主义和宗教理论也有了更深的认知。怎么样？道教中所说的太虚和老高宇宙所说的虚拟世界，我们的现实都是虚构的，这个观点理论是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四，关于他的性格低调，因为在他整体的盘中，虽然财星非常多，但都是藏于地支下面，所以他的性格是喜欢藏富的，闷声发财。这和很多喜欢公开炫富的 YouTuber 不同，财也和才华的财同音，所以他也是一个内秀之人，非常喜欢隐藏自己的才华。而这个才华是在夫妻宫的位置，所以这个频道的内容形式是来源于他之前经常给妻子小莫讲睡前故事，也许当时他也没有意识到这个才能的宝贵。而2018年的戊戌年，整个偏财星从地支透出到了天干，他将自己的这份才能展现在了公众面前。这里讲一个命理小知识，虽然在很多时候我们的食神，也就是这个命盘里的火星，也是代表一种才华，但它和偏财不同的是，食伤星更多的是指流畅的表达能力、口才，但是想要变成实实在在的钱，还需要有财星的加持，不然就会变成口无遮拦、讲话空口无凭的情况，代表一个人可能也只是喜欢说大话，没有真才实学。另外一提，他和小莫相识的2008年戊子年，也是自己的夫妻宫戊土偏财透干的一个年份，所以小莫是他的福神。他人生中的成功，这个频道的成功，小莫都是不可或缺的角色。五，关于弱点，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他八字中的弊病、危机。首先，食神星这颗表达之星，最怕的就是枭神夺食，也就是他这个盘中火最怕水来克。当太阳被阴云所遮蔽，也就是食神面临枭神之时，他的命盘会被阴影所笼罩，此时我们就会遭遇思维枯竭、构思不畅的情况。这也是为何他从2022年的壬寅年枭神透干开始，频道的题材不仅局限于都市传说、神秘领域，也开始向多维度方向探索。对新主题、内容题材的头疼，是每个内容制作者都必须经历的阶段。而也是在这一年，频道的评论区也逐渐开始大范围的遭遇抄袭、科学性等质疑的舆论压力。虽然此前的几个属水的年份也都有，但是从这一年开始尤其增多。但是总体而言，因为地支卯戌相合的原因，加上它的财星土本身对水能量的制约，其实不会酿成太大的问题。这也就是高格局的命盘的可贵之处，在面临灾祸时能够逢凶化吉。但是在明年的壬辰年，辰戌相冲，其实冲击到了命盘的核心戌土，可能在此期间他会因此经历一些特殊的遭遇。六，关于性格稳重，对于一个纯个人经营的频道，从2015年开始至今，长期坚持雷打不动的大量更新，这是一个非常难能可贵的品性。这一点和他盘中的土能量非常重有较大的关系。土的能量功不可没，本身五行土主稳定、包容、宽厚的性格特点，
其实从另一个方面，这也反映了他面相的主要特征：老成稳重。老高曾有一个影片讲过这样一个内容：经过很多人的调查，人的成功概率其实更多靠的是运气。当然，投胎也是运气的一部分。有的人发财赚钱，确实完全靠的是运气。但是如果没有真才实学，即使得到了，也会在未来以另一种方式失去。凭运气赚的钱，我们会凭本事把它败光，而只有我们的所思所学，以及在这份人生旅途中的经历，才会永远伴随着我们。这也是我们爱听故事的原因，喜爱这份获得的感受。从2015年酷爱 Zero 创立至今，老高的 YouTube 之旅走到了第8个年头。在这说短也不短的岁月中，为我们奉献了许多精彩的故事。不论他今后是否选择继续经营 YouTube 的频道，我们都祝福他和小莫的日子能够顺顺利利，越过越好。感谢他的一路陪伴。如果您喜欢本期影片，欢迎评论、转发和分享。这是我第一次尝试更新关于 YouTuber 的内容。如果本期影片的顶的数量达到了100个以上，我将会继续更新下一部关于其他 YouTuber 的分析内容。我们下个视频见。